就是租客的天堂，非常难对付的刁钻房客，想要从房东身上再多捞一点，我们就收到了仲裁的通知，不明的压力，抵死到处迷。真的是很奇葩的租客，房东看中的是什么？会想要租给什么样的人？帮助找房的各位提高被选中的成功率。Hello， 我是飞妈 Kitty。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是因为之前呢，我有拍一集是房屋改造的影片，那有些观众就敲碗想要听我讲讲，就是我租房子给别人的一些幕后故事，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要来分享我这些年租房子的543。放眼望去，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租房相关的影片呢，几乎都是从房客的角度出发，几乎很少是从房东的立场来谈。所以今天飞妈呢，就在这一集呢，来为大家注入一些新鲜的观念。白人、黑人、黄种人呢，我都租过，那我也都从中呢学习到一些蛮宝贵也蛮有趣的经验啦。那所以我觉得与大家分享我的这些故事呢，应该是能够帮助一些正在找房的人。但是我不会在这里分享一些技术性的内容，因为这些很多的资讯都在网上大家可以找到。那我在这里是比较想要分享，就是我过去这几年租房子的一些辛酸血泪史，然后呢也会谈谈就是我是如何筛选一些房客，好房客跟雷房客他们具备了什么样的特质，希望借由我的这些血泪史呢，能够给你们一些新的视角，那或许能够从房东的考量来看，能够帮助你们从这个竞争激烈的租房市场中呢脱颖而出。接下来分享的影片内容呢，有一部分是我与飞爸还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发生的，那我也已经征求就是飞爸他的同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经历。最后来个免责声明，本集内容是基于个人的租房经验与观点进行分享，可能会触及一些法律的相关议题，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如果有法律问题，还是建议大家寻求专业的意见。那在分享我的血泪史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些就是基本的租房知识。在加拿大，法律是比较保障租客的，就是租客的天堂。比如说，如果你要涨租金的话呢，是得要根据通膨率来调整的，就房东就是不能随意的涨租金。那以我自己所住的 BC 省为例，去年的话最多你就只能涨2%，今年好一点有涨到3.5%，但明年的话又会降到3%。但是呢，各位要知道，光是大温地区的地产税每年就大概会调涨个6到15% 吧。租金这样的增长幅度，其实根本就不够房东去 cover 那些多出来的地毯税。更不用说还有那种电费啊、水费、瓦斯费那些都在涨，这些呢很多时候都是房东要自行吸收，租越多就亏越多。然后房东呢也不能随便的赶走租客，就算是欠租金或者是违反协议，这些你都还要提前的去通知租客。某些情况下，像是需要维修房子了，或者是需要改成自住，那你还得付给租客所谓的搬迁补偿金。租客如果不缴租金，他这过程中还可以拖延时间。像是提出申诉或者是仲裁，等到你最后终于驱逐成功了，房东那些损失的租金你根本也是无法追回的。那如果房客他又一直赖着不走，那房东呢还得要再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来请求那个执法机构来介入，比如说像是你要去法庭啊，想想看那中间的过程跟种种的压力，实在是很悲惨啊。那我就问，谁要来赔偿房东这期间的金钱跟精神上的损失呢？怎么这集好像变成在抱怨政府啊？当然我知道这些法律呢都是为了平衡房东跟房客之间的权利，这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是觉得合理。因为在整个租赁市场中呢，房客相对来说就是处于比较弱势的，但是如果仗着有法律的保护而想对房东占便宜的话，那这个人性真的就是不鼓励。以上所讲的呢，我们其实也都是有经历过的。那有些真的是很莫名其妙，有些真的是带给我们蛮多精神上的一些压力啦，真的是个血泪史，但是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现在就先来个前菜，就来分享我们驱逐租客的一个故事吧。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跟飞爸还只是情侣的时候，那个时候飞爸呢租给了一位单身女性。他呢非常爱捡一些路边有的没有的东西回家，大的东西像是就是丢在路边的沙发啊、椅子啊、桌子之类的，那小的东西像是衣服啊、鞋子啊、服饰品等等的，姑且叫她囤积女吧。说囤积是因为如果家里缺少了什么东西而拿回来用的话，这其实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吧。但是呢，他是无止境的拿一堆的东西回家放，不停的囤积。虽然爱囤积是他的自由，那我们其实也都管不到，对吧？
但是呢，如果在走了之后，却要我们善后他所有累积的东西呢？有一天呢，这个囤积女她就突然消失了，人间蒸发一样。然后呢，也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没有缴。那最后没办法，飞爸就只好乖乖的照着程序送出了驱逐通知。几个月后，期限到了，那飞爸就把这个单位拿回来，却发现囤积女呢，在整个房间呢、跟走廊还有客厅，通通塞满了一堆垃圾跟东西。就是已经挤到我们连走路都很难走，所以为了要清除这个囤积女所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飞爸还得要特别花钱再请那个垃圾清洁公司，然后那个清洁公司当时还派了3个人，整整花费了2大卡车才能搬运得走，然后花了2天才搬完。搬完了也清扫完之后呢，我们以为事件已经落幕啦，然后可以重新再出租啦，结果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囤积女突然又奇迹似的出现了，然后那个囤积女就知道说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嘛，他就发了很大的一顿脾气，然后就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见过他了。那也不知道这个囤积女是把飞爸租给他的房当作仓库来看待，然后他去住别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故事也其实是提醒大家，就是来自房东的通知呢，千万不要轻视，都要认真看待。如果因为什么事情需要短暂的、暂时的离开，那应该要随时update房东一下，保持联络，保持沟通，不要突然就是消失，人都不回应，最后就造成就是房东没办法，只好发出驱逐通知啊。这应该是一个房客没有太熟悉租赁法，而只能自己摸摸鼻子走人的一个例子吧。但其实也是有一些非常懂得自己身为租客的权益，而让我们非常难对付的刁钻房客。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不管是对我们或者是对大家来说，都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经验。所以现在我就来分享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次的租客是一家4口，平常见面的时候也都还相对友善。那就这样相安无事的，他们住进了一阵子之后呢，有一次他们的其中一个孩子带回来了床虫，就不知道从哪里带来的床虫。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没有跟我们说，直到就是床虫已经蔓延到整个房间跟床垫都是，然后已经咬得他们全家就是非常红肿，已经受不了的时候呢，才来报告我们。如果一个家里面出现了一个床虫，那就像是得了大奖一样，非常的衰。因为床虫非常的难处理，除了要把所有的床单呢都拿去高热清洗之外，床垫呢也都会报销，必须要请政府拿走，还要请专门的清洁公司来把整个受灾区呢给完整的清洁一遍，做消毒处理。所以这里就叫他们床虫一家好了。虽然发生在他们住的单位里面，很明显的就是他们造成的问题，但是大家也知道了，这里是租客的天堂。那要处理满屋子的床虫的话呢，就意味着要请那些房客呢暂时搬出去住，所以这方面的维修费用还有那些搬迁的赔偿金，就是由房东来负责。但是床虫一家居然还指控说不是他们的问题耶，是房子自己造成的，觉得他们自己是受害者，所以要我们多付钱给他们。其实目的就是想要从房东身上再多捞一点。那如果想要进去多了解一下情况呢，还会被他们挡在门外耶，就拿出租赁法说我们没有权进去，就是百般的刁难。但是飞爸呢就坚持说只会负担他们在外面住的赔偿金，多余的钱不会付。然后过没几天，我们就收到了仲裁的通知。仲裁这个通知是来自 RTB， 就是 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是 BC 省政府专门处理租房的一个部门单位，那就是专门负责一些租房相关的争议。真的是哇靠，房虫一家不赶快出去让我们处理床虫的问题，还死赖在那边想要多捞一点钱，然后就告到 RTB， 是被咬得不够哦。仲裁呢是用电话，就是以3方通话的方式，那有 RTB， 有房东跟房客。那过程中呢，就是 RTB 就会让2方来讲述自己的论点。当时是飞爸在电话上，那在这之前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资料，还有之前与房客就是来往联络的记录，那些资料都已经准备充足。记住这个很重要，不管是房东或者是房客也好，任何形式的沟通呢，都一定要有书面记录。不管是 email 或者是手机简讯，一定都要保留着，千万不要依赖口头的方式，因为如果日后有争议的话呢，这些书面的记录就能够拿来保护你自己。听飞爸说，每一次轮到他讲的时候，那个床虫一家呢就会不断的打断他，就是蛮不尊重人的。RTP 的专员呢也都听不下去了，还一直要他们闭嘴。
然后轮到他们的时候呢，也都一直讲得支支吾吾的，还会闪避问题。最后 RTB 判决下来，也认为房东其实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没有义务需要再额外的做出赔偿，所以我们也算是赢了这场仲裁。但是床虫的问题又一直存在，那他们又不愿意搬出去住，我们也无可奈何，就真的很莫名其妙，宁愿就是一家人忍受被床虫咬的痛苦，然后也不愿意去外面住免费的旅馆，就真的是很奇葩的租客。那从房东身上捞不到好处之后呢，这个床虫一家也开始停止付租金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发出驱逐通知的话呢，免不了又会是一场与那个租客的斗智斗力。那要拖多久，我们也都说不准。而且其实我们也蛮怕他们报复的，他会开始做很多的小动作来破坏这个房子。时间拖越久，那房东的损失就越大。我们也清楚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道理。所以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们自愿主动的离开。那也许是已经真的被咬到受不了了吧，所以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就真的主动说要搬离了。不过在搬离的前几天呢，还特地跑过来跟我们 complain 说要搬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身上都已经没钱了等等之类的一些 complain。想说瘟神总算要走了，就不要再节外生枝，就当场再给他们一笔搬运费，就是请他们赶快走这样。那床虫一家拿到钱之后，他们就也很开开心心的离开啦。那他们搬走之后呢，我们也总算松一口气。之后我们就赶快找人来清洁跟消毒那整间房嘛。然后呢，也还得要就是重新粉刷，就是被他们到处涂鸦的墙壁。租到这样的人，就只能说真的是运气不好。当然也没有人就是愿意被虫子咬啦。只是如果因为这样子而想跟房东多捞一点钱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可取。然后以为我们之后租房就不会再踩雷了吗 ？No， 雷租客还是一堆，又很好运的被我们碰到了。但是这个呢，它的雷的点有点不太一样。之前的2个故事都是由飞爸在处理跟主导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雷租客的故事呢，是由我来负责处理的，是一个单身男性，这里我们就叫他为烟枪男吧。听到烟枪这2个字，就应该知道他是一个会抽烟的人。那个时候租客要来看房的时候，刚好我那个时候手头正在忙，没有办法过去，所以我就请飞爸呢先帮忙去面试一下。飞爸回来后呢，听他说他整个人感觉还 OK， 然后经济状况呢也没什么问题。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多想，就答应让他来入住了。来签合约的时候呢，我就看他整个人就是彬彬有礼，非常和善。想说钥匙交给他之后，就等着收租金了是吧？哦，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铜臭味？殊不知，在烟枪男住进之后没多久，我就能够从房屋的周围闻到了不是铜臭味，而是烟味。在门口也能看到一堆的烟蒂掉在周围地上，然后呢，又有一堆东倒西歪的啤酒罐。Holy， 又是一个雷租客！我想说，这人也太大胆。至少要把烟蒂给藏起来，不要让房东发现吧。他没有就连啤酒罐也都这样，就是丢在门口的，让人家看的。一开始呢，我也很客气的提醒他说，合约里面已经有表明了，不能在室内抽烟。如果需要抽的话呢，就请走到外面的路上去抽。所以之后有一段期间，他算是还蛮安分的。过一阵子呢，那个烟枪男就说，哦，他有一个朋友从远方过来找房，这样那需要在他那边呢住个1-2个礼拜。等到1-2个礼拜之后找到房了，他就会搬走这样。那我们想说1-2个礼拜也没什么问题啦，就当做是帮个小忙，对吧？结果1-2个礼拜变成1-2个月，这就算了。他的朋友也是个烟枪，2个人一起在里面抽，那个破坏力是更大的。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忍无可忍，所以就是寄信给那个烟枪男一个警告，跟他说如果再破坏合约的话呢，就会发出驱逐的通知。之后呢，我其实偶尔还是会从房子的周围闻到一点烟味，然后呢，门口还是会出现一些新的烟蒂。但是想说不想真的就是无情到翻脸的那一步，所以我其实都还是继续忍着，而且租金还会常常迟缴，有的时候甚至是忘了缴，还要我去通知提醒他。也就这样过了2年之后，突然发现，那个烟枪男又没有缴钱。一问之下，发现那个男的早就已经搬走了，事前都没有通知的耶。然后我之后进去房子里面检查，就发现好多的地方就被弄得又油又恶心，厨房有一些小地方被破坏，然后又一堆的垃圾积在那里又没清，床垫呢也都被他睡得乌漆麻黑的，我怀疑他把床垫当烟灰缸用，然后呢还有一堆不明的黏液。反正呢，状况就是很恶心啦，我没办法自己清，所以我就请清洁公司过来帮忙。后来那些清洁人员跟我说呢，那个房客他应该是平常生活习惯非常不好的人，鼻屎到处粘。
窗户下粘，桌子边缘粘，床角粘，那些鼻屎干到呢，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清掉，然后有些还没办法完全清掉。我当下听了简直就是快吐了。那以上所说的这些故事呢，算是在我们租过的房客当中，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吧。当然这几年我们也是陆陆续续的租给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租客，有好的呢，当然也是有不怎么样的。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在经过这些年的租房经验之后，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好的房客会有具备什么样的特质，还有一些我不会考虑的雷特质。想要在现在充满竞争的租房市场脱颖而出，被房东看上，就必须要知道房东看中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会想要租给什么样的人。能多了解房东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也能帮助找房的各位提高被选中的成功率。以下纯属个人感想，不代表所有的房东，也不代表你这么做你的成功率就会是100%，但至少呢，能够让你维持一定程度的竞争力吧。除了基本的财务跟信用状况之外，在面试的过程中，我认为潜在的好房客他们会有的一些特质是：首先第一点，在跟房东联络的时候呢，就会先自备简短的介绍，比如名字、背景状况跟来意，不会一开始就只问说房子有没有租出去了，或者是能不能马上来看房。那你就想想看嘛，你先报备了自己的租房需求跟状况，你就能够省了房东跟你自己彼此两方这样简讯来回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跟精力。就算因为不合条件而被拒绝了，也至少也显示了你有基本的礼貌跟诚意，就会在房东的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假设说房东他原本有个中意的对象，可是因为不明的原因，泡汤了。那因为你在这之前就已经在房东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说不定房东之后还会想要反过来回头找你耶。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失败的例子，有一次我约对方来看房的时候，对方就说好，我先洗个澡就过去。当时就觉得应该是个很爱干净的房客吧，结果来的就是那个烟枪男。那你们也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啦，他应该是我遇到的就是生活习惯最恶烂的租客了吧。所以日后呢，我如果再看到这种主动想要凸显自己多爱干净的租客，我就不考虑了，这是个人的经验。再来是好的租客会懂得问问题，好的租客心里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找房子的标准啊，他们其实也不想随随便便的找房就住，因为虽然是房东在面试房客，但其实也是房客在评估房东啊，就跟职场上找工作一样。像有一个租客他就会问，为什么上一个房客不租了？为什么退租了？这样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蛮谨慎细心的，因为他也不想住进一个有雷房东的房子。然后他看合约协议的时候呢，也会特别提出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会遵守合约协议的人。再加上他其实有很多的应对都还蛮得体的，感觉上他就是一个正直又诚恳的人。虽然那个时候他才刚找到工作，所以还算在试用期，所以收入呢不算稳定。但是我评估之后，我还是决定租给他。对方果然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房客，那也都没有带给我太大的问题，而且遇到一些小事情呢，也都会尽量自己解决，钱也会按时付。那就算是有的时候晚个几天，他也会都提前跟我通知。这样的房客对房东来说算是蛮优质的。第三点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有自信，而且也能回答得很清楚。面试的时候，对方出现的行为其实也都是能够透露一些事情。好的租客是不会回避问题的，就算是当下可能有什么困难，他也都会诚实的说，不会想要试图掩盖问题或者是说不清楚。有一次我问收入来源，对方就说正在筹钱中，等到确定下来之后，他就会发大财。我听了后整个就是大问号，什么意思？他说他正在创业，是个秘密，但是很快就会到手了，钱不是问题。然后他手边其实是有金主可以帮忙付钱解决。什么？还有金主？是谁？创什么业？什么秘密？这实在是太荒谬了！是要房东相信什么啦？反正这人呢实在是太可疑了，我最后当然就没有要租给他了。然后好的潜在租客呢，他是会尊重房东的时间的，也会尊重房东的屋子，传讯息给对方后不会拖很久才回应，这是很基本的吧。然后来看房的时候呢，也尽量不会弄脏房子里面，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基本的礼貌。但是我有一次遇到的其实就是还蛮离谱的，那个时候就是下大雨，是个下雨天，他身上湿哒哒就算了，他沾满泥巴的鞋子脱也不脱就直接踩进来我的房子里面，然后呢湿淋淋的雨伞呢就随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这实在也太雷，心里就马上就给他打一个大叉，这个实在是母汤。总之呢，不管是房东还是房客，大家都不想租到雷，但有的时候遇上就是遇上啦。
那这个时候懂得自身的权益就非常的重要了，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虽然说法律上是比较保障租客的，但是其实也不是一股脑的偏袒一方。对于房东来说，如果真的是被对方就是很无理的告上了，虽然很无奈，但是只要按部就班的照着程序走，那相信法庭呢最后还是会给出一个合理的判决。但其实很多时候，就算是房东胜利了，其实也只是一个止损而已，并没有说真的能够被额外的补偿到什么。所以在加拿大的房东真的算是挺难当的。那如果遇到雷房客的话，他如果给你一些小手段，你就绝对会损失好几个月以上的租金。而对房客来说，要学着不被房东不合理对待的话，就一定要好好了解这边的租赁法，了解自己的权益。那如果发现被房东压榨的话呢，这边也还是有像 RTB 这样的政府机构来保护租客。最后我就来分享一下房东出租房子的一些个人观点跟心态吧。除非你本来就是打算租给富豪的，不然我觉得以平民百姓来说呢，你不用非得要把房子弄得多美轮美奂，也不用纠结在一定要租给多体面或多高大上的租客。以我过去租房子的一些经验，我发现拥有良好的经济实力不一定就是好的租客，这种呢给你带来的麻烦也不一定比较少。比如那位烟枪男，有些时候那些收入比较低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弱势的那种，反而是最诚恳的，会尽力维持屋况，而且呢也是反而最不愿意给房东带来麻烦的人。那说到底呢，还是得要看相处起来的感觉。我身为房东也不会拘泥说一定要准时付租金，只要提前报备，然后保持良好的沟通，其实你晚个几天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相信大部分的房东也都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诚实跟保持顺畅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信任吧。彼此互相有信任的话，就也比较容易包容对方，理解对方，就也不会那么的计较。那影片到这里，也祝大家找房顺利。那已经有找到房的呢，我也很好奇大家在找房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有趣的事情，欢迎与大家一起分享，在底下留言哦。也欢迎大家补充一些我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租房须知。最后再提醒大家，这集比较像是在讲我个人的经验和礼物，有关法律的任何一些问题呢，还是要请找专家咨询哦。那希望这集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们还希望我拍出什么样的影片呢，也可以跟我说。那我们就先这样，拜拜。